乌军无人机奔袭230公里，袭击俄阿赫塔尔斯克机场，反攻库尔斯克。乌军战场新进展，6个月内，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伤亡已经达到4万人。红军村之战，乌军全歼俄装甲纵队。俄罗斯将于2030年之前为无人机部队招募21万名人员。从坦克到驴子，俄军后勤困境加剧。英国取代美国主导拉姆施泰因会议。法国证实首批幻象2000已抵达乌克兰。经过实战后，朝鲜导弹精度大幅度提升。精彩资讯马上开始。2月6日晚上，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滨海阿赫塔尔斯克机场。按照乌克兰总参谋部的说法，确定命中目标区域并引发大火。该机场距离乌俄前线230公里，属于俄罗斯第960近卫突击航空团的所在地，配备有苏25、苏25 UB 以及苏25 SM3 攻击机，也是俄罗斯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发射台。由于弹道导弹的存量不断减少，俄军很依赖航程2000公里的见证者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后方的基础设施。从2023年开始，俄罗斯就开始在国内生产见证者。进入2024年后，无人机的产量几乎翻倍，而大多数的无人机袭击都是从克里米亚、叶伊斯克、滨海阿赫塔尔斯克与库尔斯克州发动的。通过对该机场的袭击，乌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能力。可惜的是，俄罗斯的具体损失暂时未知。乌俄战场之上，乌军在库尔斯克发起新的攻势，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月6日，乌军在库尔斯克发动了一系列反攻，将苏甲东南方向的战线向西南方向推进了5公里。根据当前的情况来看，乌军以2个机械化营的兵力，大约30到50辆装甲车，向切尔卡什卡亚、科诺佩尔卡和乌拉诺克发起新的进攻，并成功夺取科尔马戈夫和法纳谢耶夫卡。一些消息甚至表示，乌军占据了乌拉诺克，但是从战线来看，乌军距离乌拉诺克还有一定的距离。至于下一个目标是不是乌拉诺克不好说，一味的向前冲并不是好事。乌俄目前在马赫诺夫卡激战，如果乌军可以彻底稳固战线，火力军估计乌军的下一个目标大概是库里洛夫卡，之后步步为营，攻击圭耶沃附近的俄军，削弱俄军袭击乌军地面交通线的能力。在苏甲北部，有消息称乌军在小洛克尼亚附近的克鲁格伦科耶也发动了袭击，但并没有具体战果。从2024年8月6日到2025年2月6日，乌军占领库尔斯克满6个月，俄军未能将乌军赶出去。有意思的是，俄罗斯媒体也不再提及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的时间，也不再宣布重大胜利，这也很正常。俄军在库尔斯克的伤亡太大，已经无法掩盖了。2月6日，乌克兰总参谋部报告称，在库尔斯克的战斗中，俄军的伤亡已经接近4万人，其中超过 1.6 万人死亡。在2月6日这一天，乌克兰官员为了纪念这个里程碑，透露了乌克兰在库尔斯克行动的细节。早在2024年6月，乌军小型特种作战部队就已经渗透到库尔斯克的后方，为乌军的进攻做准备，比如侦察俄罗斯边境防御的重要设施，从而摧毁俄军防空和弹药库，使得俄军无法应对乌军进攻。这也是为什么在进攻库尔斯克之初，乌军可以迅速夺取130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域。等到俄罗斯反应过来，将其他精锐部队转移到库尔斯克之后，乌军占据的领土只剩一半，但这点也使得俄军其他方向的进攻强度有所降低。在乌东地区，乌俄双方的重点依旧是红军村，只是俄军已经遭遇困境。俄罗斯1月份在红军村损失的士兵已经超过其在第2次车臣战争中的总损失。哈尔科夫方向，乌俄依旧在沃夫昌斯克与基赫激战，战线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过，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称，俄罗斯正在利普奇附近集结部队，在未来或许将发动新的攻击。库皮扬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在佩特罗帕夫利夫卡附近发动攻击，但毫无进展。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唯一的进展就是进入德沃里奇纳北部的菲戈里夫卡，只是距离主战线较远，无法发挥太大的作用。也有消息称，一小群俄军正在试图包围德沃里奇纳的乌军，大概率是俄罗斯第25摩托化步枪旅。不过，就跟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俄军的目的暴露之后，乌军有很多方法可以应对。莱曼方向，俄军由于缺少装甲部队，开始大量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军后勤路线。此外，在莱曼行动的乌克兰营级军官表示，俄军每周向该方向增援30至40人，为大规模进攻做准备。红军村方向，俄军伤亡进一步扩大。由于担心红军村成为第2个巴赫穆特，俄军选择绕过红军村，通过打击后勤路线，迫使乌军主动放弃。
除了西南方向的攻势，俄军还在红军村东部发起机械化攻击。通过奥切列基涅的铁路，俄军可以在更靠近前线的地区引入大量装甲车。一切准备就绪后，俄军从奥切列基涅向沃兹德任维卡与叶利扎维蒂夫卡发起攻势。最初，俄军坦克试图扫清道路，这时乌克兰 Magura Birds 部队已经等候多时。这是乌军最精锐的无人机部队之一，坦克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就被乌军摧毁。之后，俄军有9辆装甲战车从沃兹德维任卡驶出，在乌军的打击下，其中6辆当场被摧毁，其余3辆在撤退时遭到严重破坏，最终没有1辆俄军装甲车抵达乌军阵地。在2月6日，乌克兰霍尔蒂察集团发言人维克多·特雷胡波夫还在电视广播中表示，仅仅在1月份，俄军在红军村损失的士兵比整个第2次车臣战争的死亡人数还要多。赫尔松地区阿泰什游击队报告称，在游击队的协助下，乌军在霍拉普里斯坦附近摧毁了10几艘俄罗斯船只。俄军在前线不断失利的背后，隐藏着后勤困境不断加剧的情况。使用驴子运送弹药就是最好的证据。上期视频我们也聊到，因为车辆严重短缺，俄军已经开始使用驴子和马运送弹药，这真是小刀拉屁股，开眼了。从坦克到驴子，俄军在乌俄战场上出现了去机械化的情况，只能说俄军士兵也没办法，既然车辆短缺，那就只能有什么用什么。按照俄罗斯军事分析专家的说法，俄军出其不意以马车为运输工具，增强了部队的后勤能力。实际使用时，马车的确可以将食物或者弹药运送到据点，问题是驴和马是需要喂养的，这就意味着部队需要增加人手，而且由于速度很慢的缘故，马车被无人机袭击的概率很大。就火力军而言，俄军去机械化反映了后勤危机正在不断加重。根据 ORYX 网站的数据，俄军单装甲战车的数量就达到了11738辆，这还只是已经记录在案，并不包括卡车这类后勤车辆。如果加上未记录的车辆与后勤车辆，这个数字恐怕要翻倍。对于俄罗斯军事工业部门来说，这个战损太高，已经无法供应。随着战争的持续，这个问题越发严重。随着装甲车、军用运输车越来越少，俄军只能使用民用火车和紧凑型汽车，只是这些车辆的防护能力太弱了，损失进一步加剧。渐渐的，俄军连民用车辆都难以维持供应，只能使用驴子和马来负责运输任务。这种去机械化使得俄罗斯步兵毫无防护地暴露在乌军火力下，导致的结果就是士兵损伤大幅增加，俄军士兵的损失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是一部分原因。在援助方面，美国虽然处于潜水的状态，但英国站出来了。在拉姆施泰因会议，英国取代美国成为主导国。新一次的拉姆施泰因会议将于2月12日召开，在之前的会议中，主持国都是美国，只是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进入潜水状态，自然不会继续主持拉姆施泰因会议。于是英国取代美国成为本次会议的主持国，这也意味着欧洲已经开始主导对乌克兰的援助和支持。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表示，拉姆施泰因会议将讨论乌克兰的优先事项，以及抵抗俄罗斯所需的支持。2月5日，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再次访问基辅，强调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目前欧洲议会已经通过欧洲对乌克兰公正与可持续性的和平承诺决议，其核心内容就是继续支持乌克兰战斗，明确强调不会接受妥协式和平。加上美国当前的态度不明朗，乌俄战争短时间内还无法结束。此外，法国证实首批幻象 2005F 已经抵达乌克兰。2月6日，法国国防部长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宣布，首批飞机今天抵达乌克兰。在此之外，乌军飞行员已经在法国接受了数月的训练，这批幻象2000可以立刻加入保卫乌克兰天空的行列。就实战效果而言，这批幻象2000并不输乌军当前拥有的 F-16，其配备了汤姆逊 CSF 多普勒雷达，可以搭配法国援乌的斯卡普 E 机与 AASM， 执行纵深打击与近距打击任务，也能使用 JDAM、ER 与 SDB。目前乌克兰空军用于发射斯卡普 E 机或风暴阴影的苏24正在逐渐减少，幻象2000可以说是及时雨。不过塞巴斯蒂安并没有透露乌克兰这次获得了几架幻象2000。法国最初计划仅援助6架，但现在已经变成12架，而在法国空军大约还有40架幻象2005，但只有26架单座飞机在服役。法国军方计划在20世纪末逐步淘汰它们，这也就意味着法国后续或许增加援助数量。目前乌军已经拥有 F-16、幻象2000、萨博890预警机，空中打击能力正在迅速提升。此外，乌克兰还在就瑞典鹰式和欧洲台风战机进行谈判，火力军很期待有好消息。
路透社报道，经过在乌俄战场上的训练后，朝鲜导弹的精度正在大幅提升。据路透社援引乌克兰消息人士报道，截至目前，朝鲜已向俄罗斯提供了大量武器以及1万多名朝鲜士兵。虽然尚未取得明显战果，但近日有传闻称，朝鲜正在利用乌俄战场来实测导弹等多项武器的命中精度。据乌军高层人士证实，俄军从2023年底开始使用朝鲜短程弹道导弹，例如 KN-23、KN-23A 以及 KN-24 等。到今年1月底，共计使用了约上百枚左右。这些导弹在投入乌俄战场初期，其命中精度约在1公里至3公里之间，但最近的精准度已提升到50米至100米。此外，据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指出，朝鲜近年来已进行了多项测试，在理论层面，其短程和中程导弹能力皆有提升。但直到朝鲜士兵直接参与乌俄战争后，其新开发的武器系统才获得了实战机会。这就意味着朝鲜出兵乌俄战场不仅仅是为了要援助俄罗斯，更多的是想要利用实战来检验朝鲜武器方面的不足。当然，代价就是朝鲜士兵不断伤亡。目前，朝鲜一边持续生产新导弹，一边也在参考俄军使用后所提出的改进意见，试图积累武器产制经验，以打造更具杀伤力的导弹系统。据美军陆战队声明，其第3陆战队滨海团已在夏威夷驻地首度由陆战队空防整合系统执行反无人机实弹射击训练，并成功击毁多架模拟目标。随后，第3陆战队滨海团团长莱汉上校指出，与常规防空系统相比， MADIS 在射程机动性以及火力打击范围等方面均具优势，可反制各种低空威胁，例如小型无人机、制空攻击弹药、直升机与固定翼机等。此外， MADIS 在强化滨海团战力的同时，也可为执行远征任务的作战部队提供防空保护伞，并提升战术部署弹性。根据先前报道， MADIS 以联合轻型战术车辆为载台，分为马克1和马克2两种构型，其中马克1主要负责防空拦截任务，而马克2则负责目标获取和直管任务。这两种构型可搭配合作，未来还能够与轻型陆战队防空整合系统的电站干扰装置等多种军备共同组成新一代防空体系，提升陆战队的野战防空能力。根据媒体报道，希腊正在加快军事现代化进程。在战机方面，希腊空军计划在2030年前逐步淘汰现有的老旧战斗机，后续将由新采购的24架阵风战机以及30架 F-16V 战机暂时组成混合编队，以维持空中战力。未来还将继续升级现有的80架老旧型号 F-16战机，并采购40架 F-35战机。去年7月，希腊与美国签订第一批20架 F-35战机的采购合同，总价值约37.6亿美元，其中包括4台模拟器、2台备用发动机、16名飞行员及技术人员培训费用。这批战机将于2028年开始交付，并计划于2033年全部交付完成，而第二批20架 F-35战机则预计将于2030年后开始采购，并于2040年完成交付。待这40架 F-35战机完全交付并服役后，将被编列为2个飞行中队，届时希腊空军将以此为核心，并以阵风战机和 F-16V 战机为辅，建立现代化空中作战体系，提高希腊空军的远程打击和防空拦截能力。此外，根据希腊议会去年批准的2025年国家财政预算案，其国防预算将增加至60亿欧元。这笔资金除加大战机、护卫舰、潜艇以及智能武器等领域投入外，还将引入铁穹防空系统，用于抵御无人机和导弹威胁，进一步增强其空防能力。据欧洲安全与防务网站报道，去年5月，德国的苍鹭 TP 无人机系统在该国境内完成了首飞，后续又进行了6个月的飞行测试。直到近日，该无人机才首次执行跨国任务。援引自由时报报道，德国已近期取得了荷兰民航局特许，从施勒苏伊格空军基地派遣苍鹭 TP 无人机飞往荷兰。实际上，德国的 GHTP 基于以色列现役的苍鹭 TP 无人机，目前由空客公司与以色列航天工业合作营运。其采用模块化设计，筹载舱的有效载荷为 2.7 吨，可搭载各式装备，包括光电、红外线感测器、监视雷达、电子战设备等，可执行各种情监侦任务。
此外，其飞行高度可达 1.37万米，滞空时长可达30小时，最大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407公里。同时 ，GHTP 还符合北约标准，配备有卫星通讯与自动起降系统，确保其能与盟军完美对接，执行跨国联合作战。需要注意的是，德国这款 GHTP 不仅能够快速形成战力，它还曾是欧洲无人机计划中的一部分。在原计划中，由于德国坚持采用双发动机的设计模式，导致项目成本攀升，随后更是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在技术方面产生了分歧。该项目原定于今年实现交付，但目前来看，整体进度也要往后延期了。相较而言，德国 GHTP 在荷兰实现跨国首飞，则验证了上述技术的可行性。未来，该无人机系统将正式整合至北约欧洲作战体系。据战区报道，法国国防采购局与空客公司签署了一项合约，计划在2年内研究评估将空客 A321 客机改装为海上巡逻机的可能，以取代预计服役至2030年代的大西洋2型反潜巡逻机。涉及到的评估内容包括风洞测试、技术规范以及供应链条件等。一旦后续评估通过，将会为其选择合适的机载系统，并可能于2026年后直接进行生产。实际上，法国曾于2024欧洲海事展上就已经展示过一款 A321 MPA 海上巡逻机，其具备优秀的载荷能力和较远的航程，并加装有各式先进的战斗系统、雷达、声呐与电子战装置等设备，可执行反潜、搜救等各式任务。据《莫斯科时报》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后，印度石油开始以大幅折扣出售，而印度则成为了最大买家。去年年底，俄罗斯每天向印度出口170万桶石油，几乎占俄罗斯石油海上出口量的一半。但由于美国近期加强了对俄罗斯石油产业的制裁力度，致使其每天可能会损失高达80万桶的石油出口量。且按照规定，印度必须在2月27日前从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油轮上卸油，并在3月12日前完成与相关供应商的所有金融交易。对此，印度国内的炼油厂正在协调今年3月份的采购方案。其中部分炼油厂已同意在阿曼和阿联酋采购相应的石油，还与沙特阿拉伯展开了谈判，一些西非国家也在试水。此外，印度石油公司还将欧佩克国家美国、圭亚那和巴西等国列为了潜在供应商。虽然印度正在开辟新的石油采购渠道，但据路透社报道，印度似乎并不想放弃低价的俄罗斯石油，其石油部已列出了相关的交易列表。不过，为了配合美国的制裁方案，印度后续采购的俄罗斯石油价格必须低于每桶60美元的上限，并且受制裁的公司和船只不得参与销售与运输流程。据战区报道，韩国新型 MAH 直升机已完成首次试飞，整个过程共持续了约20分钟。在此期间，测试了这款直升机的飞行控制性能和稳定性，包括滑行、起飞、悬停、盘旋、前后左右飞行、S 型盘旋飞行，以及高度约30米的最大速度水平飞行。MAH 直升机由韩国航天工业公司研制，属于 KUH 通用直升机的演变型号，长约19米，宽约3.3米，高5米。在定位上属于一款专为海上任务而设计的海军陆战攻击直升机，主要执行2栖攻击、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海岸防御等任务。在外形方面，其机身加有2对重武装的脚翼，类似苏联的米系列攻击直升机。在武器方面，机首下方配有一门20毫米的3管机炮，机身两侧延伸出的重武装小翼均具备3个武器挂载点。以原型机试飞时的配置为例，从内到外分别携带2枚反战车导弹、1具火箭吊舱以及2枚空对空导弹。此外，由于该直升机需要长期执行海上任务，全机还进行了防腐蚀保护，并配有漂浮装置，以用于在水上紧急降落，还具有可收折的主旋翼叶片，以减少降落在舰艇甲板后的空间。据 Axios 媒体报道，3名以色列官员透露，白宫方面已解除了拜登政府期间对以色列供应2000磅炸弹的限制。其中一名以色列官员还表示，美国的1800枚马克巴斯炸弹将被装上船，并在未来几天运往以色列。需要注意的是，路透社曾报道称，自哈马斯突击以色列后，美国一度向以色列转移了至少14000枚马克巴斯炸弹、6500枚500磅炸弹、3000枚地狱火导弹、1000枚掩体炸弹、2600枚空投小直径炸弹以及其他弹药。由于外界呼吁其限制武器供应，美国决定停运一批马克巴斯炸弹。如今，随着双方停火协议生效，且正在按阶段有序实施，
在美国这批炸弹送达以色列后，大概率会确保双方停火协议能取得下一步进展。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在库尔斯克的下一个目标是哪里？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